2026年3月，隨着代號為史詩憤怒的軍事行動在波斯灣的硝煙中正式打響，全球地緣政治的鐘擺再次指向了一個殘酷而又充滿變革的時刻。在那場針對伊朗關鍵軍事設施的突擊中，美國與其戰略合作夥伴的混合編隊聯手奉獻了一場足以寫進教科書的數字化空戰大戲。在這場戰鬥裡，主角並不是那些身價數億美金的隱身戰機，而是經過深度數字化改裝的 F-16V 戰損系列，尤其是最新的 V 型和 I 型編體。大家會發現，在現代高強度衝突中，戰機已經不再是單純的飛行平台，而是一個個移動的數字化節點。在這個背景下，台灣擁有的這支 F-16機隊就顯得格外特殊。它不僅是技術上的快代升級，更是地緣博弈中一個極其精巧的減震器，同時也面臨着數字化時代最殘酷的後勤黑洞。今天，咱們就通過2026年這場中東實戰作為切入點，深度拆解 F-16V 的性能優異性，探討台灣該如何借鑑相關戰略夥伴的經驗，去玩轉跨域協同，再鑽進這台精密機器的內部，看看華盛頓在這些零件裡到底埋下了什麼樣的戰略心思，以及在被封鎖的極端壓力下，那些高精尖的數字設備到底能撐多久。要講清楚 F-16V 的戰略價值，咱們得先看看它在2026年美伊戰場上那些精彩時刻。其實，在那場史詩憤怒行動裡，美方與其在中東地區的戰略合作夥伴聯手玩了一套非常高級的體系配合。這種戰術邏輯徹底顛覆了咱們對傳統空戰的認知。第一，就是傳感器與射手的極致分工。在針對伊朗 S-300 甚至 S-400 防空系統的壓制中，美方的戰略盟友出動了 F-35I， 利用其隱身優勢先行潛入。他們並不着急開火，而是像幽靈一樣在對方防空網上空游走，利用先進的傳感器鎖定每一個雷達陣地的精確坐標。這時候，真正的殺招來了，在大後方待命的 F-16VI 編隊在數字化電子戰系統的掩護下，直接在對方射程之外投下了密集成群的防区外精確制導武器。這種隱身機開眼、蝰蛇洗地的戰術，讓原本昂貴的打擊變成了低成本、高效率的點名遊戲。第二是數字化電子戰的降維打擊。大家要知道，2026的電磁環境極其複雜，在那場戰爭中 ，F-16V 和 I 型攜帶的新一代數字化自衛套件表現出了極其強悍的抗干擾能力。他们不僅能發現對方雷達的探測，甚至能反向發送干擾波，讓對方的導彈攔截系統在屏幕上只能看到一團亂碼。這種讓你看得見鎖不住的能力，才是 F-16V 能在高強度環境下生存的底牌。這場戰爭給了台灣一個極大的啟示，那就是在現代戰爭中，飛機的平台性能固然重要，但它在體系裡的數字化程度才是決定生死的核心。將視角轉移到台灣，當我們聊到 F-16V， 咱們得面對一個很扎心也很現實的問題：為什麼台灣最後拿到的是升級版的 F-16V， 而不是全新的 F-35？ 其實這就是華盛頓在博弈中玩的最牛的一個策略，咱們可以稱之為地緣政治減震器。第一是名義與實質的巧妙置換。在國際外交的層面，售賣全新的第5代隱身戰機無疑會引發巨大的地緣震盪。但如果把名義換成現有裝備的必要維護與升級，也就是所謂的鳳展計劃，在法律和外交辭令上，它就變成了一個相對穩健的選項，符合其一貫標榜的防禦性武器框架。咱們從更深層看，這種所謂的升級其實展現了華盛頓非常出色的戰略整合思路。在 F-16V 這款經典的機體架構之上，美方成功融入了一套足以比肩5代機的數字化核心能力。咱們看這台 AN/APG-83 雷達，它的核心技術直接源自 F-35， 它的任務計算機、數據鏈以及電子戰系統本質上就是5代機航電架構的衍生版本。這就實現了一個戰略效果，在名義上它是一個減震器，通過老機升級規避了不必要的外交風暴，但在實質戰力上，它交付的是硬核的5代機級態勢感知能力。第二是技術門檻與風險控制的雙重考量，華盛頓不急於提供 F-35， 除了外交壓力，還有一個很深層的技術隱憂，那就是數據鏈安全和技術保密。F-35是一個高度聯網的系統，每一架飛機都連接着美軍的核心服務器。如果發生技術外泄，對美軍整個全球作戰體系來說，後果難以預估。而 F-16V 則不同，它是一個相對獨立，但又能通過 Link-16與美軍對接的平台。它既能保證台灣擁有抗衡新一代威脅的實力，又把最核心的技術風險控制在了一個可接受的範圍內。這就是一種極其精明的戰略平衡術。第三，則是高效的資源整合與全球生態的構建。作為 F-16V 項目的首位啟動用戶，台灣的投入不僅在客觀上分攤了昂貴的研發與集成成本，更在全球範圍內確立了這一經典機型的新一代標準。通過這種深度的技術合作，美方成功地將全球數千架 F-16V 機隊帶入了全新的數字化時代，形成了一個技術標準高度統一的全球協作網絡。
這不僅極大地提升了供應鏈的規模效應與穩定性，更通過深度的技術整合，建立起了一个長期、穩固且極具生命力的全球防務生態圈。既然說是減震器，那咱們得深度拆解一下這些塞進老機體裡的五代機裝備到底是怎麼改變遊戲規則的。首先是眼睛的質變 ，AN/APG-83 AESA 雷達，這是 F-16V 的靈魂。傳統的雷達是機械掃描，就像個手電筒，轉到哪兒才能看到哪兒，而且極易受電子干擾。而 APG-83 是有源相控陣雷達，它的工作邏輯完全變了，它的探測距離直接增加了 50% 到 100%， 並且它能同時追蹤海陸空多個維度的幾十個目標。最關鍵的一點，它具備探測低雷達反射截面積目標的能力，這讓那些試圖通過隱身手段潛入的威脅，在它面前變得無所遁形。以前的 F-16V Block 20，飛行員面對的是一堆模擬儀表和窄小的顯示屏，在瞬息萬變的空戰中，飛行員要把一半的精力花在理解飛機狀態上。而 F-16V 換裝的任務計算機徹底改變了這種邏輯，它把雷達捕獲的目標、電子戰系統感知的威脅以及隊友通過數據鏈傳回的坐標全部進行融合處理。這就好比你從用紙質地圖找路，直接升級到了用帶實時路況的 3D 導航，這種態勢感知和跨代提升才是 F-16V 能跟新一代戰機同台競技的底氣。3. 座艙革命 GH-MCS-2 與 Auto GCAS， 新式座艙配備了高分辨率中心顯示器，配合第二代聯合頭盔瞄準系統 GH-MCS-2， 飛行員只需要扭下脖子，眼睛看到哪兒，雷達和導彈就能瞬間指向哪兒，實現真正的看哪兒打哪兒。還有一個黑科技咱們必須提，那就是 Auto GCAS 自動抵撞預防系統。飛行員在大機直機動中暈過去了，沒關係，計算機會瞬間接管飛機，強行把你拉回安全高度。這種人性化 AI 的加入，讓 F-16V 成了一款真正具備容錯率的高端戰機。性能再好，單打獨鬥也是沒有前途的。在2026年這種全方位的防禦環境下，台灣該如何參考美方與其在該地區戰略盟友所展現出的實戰邏輯，去玩轉這種極其硬核的跨域協同呢？第一是 F-16V 與陸基天空3型導彈的深度聯動，這就是要把飛機當成眼睛，把導彈車當成拳頭。在傳統戰術裡，防空導彈得開雷達才能找目標，但在2026年這無異於自殺，因為只要你一開機，反輻射武器幾分鐘內就會砸過來。但如果有了 F-16V， 情況就完全變了。F-16V 可以利用它那台極其敏銳的 AESA 雷達，在幾百公里外鎖定目標，然後通過 Link 16高速數據鏈，把坐標直接傳給躲在掩體裡的天宮3型發射車。地面發射車全程不開雷達，直到導彈飛到目標頭頂才瞬間激活鎖定。這種盲射戰術讓防空導彈陣地的生存率翻了好幾倍，也讓飛機變成了整個防禦體系裡最靈活的一雙順風耳。第二是與無人機的狼群協作，借鑑史詩憤怒行動的經驗， F-16V 在未來的任務中很可能不再是單機出動，而是帶着一群廉價的自殺式無人機。這些無人機在前面衝鋒陷陣，去誘騙對方開啟雷達，去消耗對方昂貴的攔截彈，而 F-16V 躲在後方幾十公里的地方，利用強大的數字化套件進行指揮。這種母艦化的操作模式不僅保護了珍貴的飛行員，更讓原本單薄的空中編隊瞬間變成了一個具備高度韌性和飽和攻擊能力的打擊群。這種跨域協同本質上是在玩一場非對稱戰爭，它讓 F-16V 從一個單純的攔截者變成了一個指揮全域作戰的信息節點。講完了戰略上的高明和技術上的強悍，咱們得轉過頭去看看那個躲在陰影裡的足以致命的問題——維護黑洞。大家可能覺得飛機買了，雷達裝了，戰力就形成了，但在2026年的數字化戰爭中，這種想法太天真了。數字化程度越高，戰機對後勤零件、對全球供應鏈的依賴就越像是一個深不見底的黑洞。一、精密零件的易碎性與依賴性。F-16V 身上最牛的那些東西，比如 APG-83 雷達的首發組件，比如高性能任務芯片，這些東西台灣本地是無法生產的，他們全部依賴美國原廠的供應。咱們想象一個場景，在2026年的一場高強度衝突中，如果外部通道受到極大干擾，這種跨洋供應鏈一旦出現延遲， F-16V 的妥善率會掉得非常快。數字化戰機不像以前的機械飛機，拿把扳手焊個鐵皮就能修，它裡面的一個核心傳感器壞了，如果沒有原廠替換件，整架飛機就是一堆停在機庫裡的高級廢鐵。二、數字化診斷系統的脆弱性。現在的 F-16V 全身上下布滿了精密感應器，每一次飛行回來都需要連接專門的電腦進行全身掃描和軟件對齊。這種維護邏輯非常依賴穩定的電力、網絡以及美軍原廠培訓的技師。如果基地設施受損，或者數字化維護終端被黑客攻擊、被干擾， F-16V 的維護就會陷入停滯。這就是數字化戰機的矛盾，它在天上的表現有多強，它在地面上對系統保證的要求就有多高。
3. 在被封鎖的環境下能撐多久？資料裡提到一個細節，台灣的 F-16V 進行了結構延壽 SLEP， 理論上可以飛12000小時，但在戰時頻繁的大機直機動，在不平整的戰備跑道上起降，會對起落架、液壓系統造成超長消耗。在2026年的這種極端壓力下，零件的消耗速度可能是平時的10倍甚至20倍。即便有大量的備件儲備，但在一個被封鎖的環境下，這種儲備能撐多久？是1個月還是2個禮拜？這個後勤黑洞是任何先進戰機都繞不過去的生死坎。聊完了硬件和零件，咱們得聊聊那個比零件更難補充的東西，那就是人。在相關的防務評估資料中，有一個核心指標非常值得深思：年均淨增飛行員不足3人。在2026年這種高強度環境下，這無疑是防務體系的一個巨大短板。而且別看 F-16V 有了各種自動系統，但它對飛行員的信息處理能力要求更高了。飛行員不再只是操作搖桿，而是要在秒级時间內從態勢图中判斷出哪一個是威脅最大的目標，哪一個需要交給地面的導彈，哪一個需要派無人機去攔截。這種空中指揮官的培養周期是以年為单位的。在戰時，如果發生飛行員損耗，你是沒辦法在短期內訓練出一個合格的 VIP 飛行員的。人才是這個數字化體系中最昂貴也最脆弱的部分。2. 地面維護團隊的人才断層。數字化戰機的維護需要極高的專業背景。隨着 F-16V 的服役，對電子工程、軟件調試人才的需求是爆發式增長的。而在人員短缺的背景下，如果地面的修飛機的人不夠，那麼再先進的戰機也無法發揮出應有的威懾力。好了，咱們今天深度拆解了 F-16V 的戰略與現實，咱們來總結一下。F-16V 這款戰機，它本身就是地緣博弈的產物。華盛頓用一個老機升級的名義，精巧地規避了外交風暴，實則交付了硬核的5代機戰力。這是一個教科書級別的地緣減震器。但與此同時，它那高度數字化的內核，也把這支機隊推向一個極其依賴供應鏈的維護黑洞。在2026年這個變幻莫測的戰場上，光有先進的硬件是不夠的。台灣對 F-16V 的運用正被迫向跨域協同轉型。試圖通過與陸基導彈與無人機群的聯網作戰，去抵消後勤上的脆弱，去延長這支珍貴機隊的戰鬥壽命。說到底 ，F-16V 不再僅僅是一架戰鬥機，它是一個縮影。它反映了在2026年這個信息化戰爭時代，一個小規模力量如何在技術的夾縫中，在外交的博弈與後勤的危機中，去尋找那條窄窄的生存之路。這場耗資千億的數字化轉型，最終能不能在關鍵時刻發揮作用，是成了守護空域的鐵閘，還是被後勤黑洞所吞噬？這不僅取決於雷達的性能，更取決於那些坐在座艙裡冷靜判斷的飛行員，以及那條跨越太平洋的細長而又脆弱的戰略生命線。好了，關於 F-16V 的地緣策略與實戰推演，咱們今天就深挖到這裡。如果你覺得這種深度的軍事分析有價值，別忘了點讚、關注並轉發。咱們下期再見。